Hello，大家好呀，欢迎来到新一期的不下不上，我是珊珊。那这一期呢，我想给大家聊一个跟我现在的工作跟设计相关的话题吧，算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从哪里说起呢？就是上一周在小红书上面刷小红书的时候，看到有很多人在分享 Pencil 和 Figma 的话题，就在说几类话题吧。一个是说，有很多做平面设计的 graphic designer 的设计师在说，就是那些在大厂打工的 graphic designer， 可能有很多是做 UI UX 方面的，就被领导要求说，你们都得开始给我用 AI， 自己上手做编程，不能只是做平面这一块的内容了。有很多人就在抱怨说，我们只是设计师，却被要求做各种各样的事情。那还有一类事情就在说，大家在讨论说 Figma 是否有必要。那这个讨论本身不是现在才开始的。那上周呢，课代表正的视频也已经发出来了嘛，就是关于他跟 Cursor 的设计负责人，也是原来 Notion 的创始设计师 Real 的一个谈话。Real 在那个里面就跟大家说，给设计师的建议就是说，不要再抠像素了，早一点来上手做自己的东西。那反正我听不是在这一周才开始的，这个视频发的节点正好是 LinkedIn 上面和小红书上面这个话题非常爆火的时候，所以说不准这一期内容本身也是导致大家开始热议的原因之一呢。那我不是现在才听这一篇内容的，因为在我们社区内，课表之前是提前给了分享的，我们是在1月底的时候就听到了这期内容。那当时听的时候，我是大致的听了一遍，也想了很多东西吧，但是都是还没有完完全全的形成很确定的想法。但是上周在我过小红书，在我帮社区做 newsletter， 我重新读这篇文章，又重新把这个访谈看完了一遍了之后，我有了很多更深的想法，包括跟我自己的身份重叠的部分，就是不仅仅是现在作为一个 designer， 同时我原来作为一个 engineer， 作为一个工程师，在设计师和工程师这两个身份和两种思考模式 mindset 之间，我有了一些比较成熟的思考吧，所以今天在这里跟大家聊一聊。先说完我重新听课代表和 Real 访谈的这个事情，在听的过程中呢，我最开始给我一个冲击的点在于他们开始聊，课代表说到一点，说他觉得产品设计师 product designer 更接近于一个工程的思维。他说他过去他觉得像他作为一个数据科学家 data scientist 和作为一个 designer， 他过去觉得这种人做事的方式和想法跟工程师是完全不同的。那我就说，在我现在这些转型的过程中，我会发现，我觉得他们很多本质是很相似的，甚至于说，我们从设计、从画画这边领域来讲，艺术和设计的本质上也会有很多共通的时候。当时听完他这个问题，再结合我在之前自己也思考过这个问题，我就进一步的想到了一个更宏观的问题。我觉得其实是在当时我最开始听到 Real 对大家说，建议设计师不要再纠结于画面，不要再纠结于平面的时候，我其实当时第一反应是有一点条件反射的想给反驳的。我说，那如果我就是属于特别喜欢画画的这一类呢？但其实我回过头来反思，我当时可能还有一个更深的身份认同危机吧，就是我发现设计师和设计师其实不一样，这是一个定义的问题，是关于职业定位和名词界定的问题。那这次我之所以第一次听完的时候有一些地方没有想通，就是我一直在纠结于这个点，就是我在想，他说的设计师跟我说的设计师好像听起来不是一个东西。我又回过头来去想，包括说
中国和北美之间的差距，或者说跟英文世界的差距吧。就是在国内的时候，当我去跟一个人说我是平面设计师的时候，他们给我的反馈就说，哦，我知道你是做海报的，你是做广告的，但是像什么做产品包装啊，做 UI UX 啊，这些东西似乎在大部分中文语境里面他们会觉得不是一类东西，但是相反的，在北美这个群体之后，你跟他们讲 I'm a graphic designer， 他们就会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包括的。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我只是觉得两边的人差距好大呀，是不是我们对定义有区别？但是这2次我听完 Real 的采访之后，我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是其实我们更多的时候是理解错了职业这个概念本身，现在对职业的理解变了。就是说我们过去通常会觉得一种职业一个名词出来之后，它就是一个点定义。我们过去的问题就在于我们把这些定义定得太死了。我就想到了一个模型，就是我们大家应该学过物理的都应该知道光谱这个东西。像我们说最早人类怎么认识颜色，那在一本讲色彩的书籍里面，心理学家写的，他们就讲过所有语言的人类通过他们的语言就发现人类最早去讲颜色，首先一定会有的是黑和白这2个名词，其他的基色不一定是3基色，也可能是3个，也可能是2个，也可能是5个，但是黑白是一定的，然后可能就是传统的4、5、6、7种颜色。那这是最早的大家对于颜色的界定。那在那个时候我们去形容一种颜色就只有这几种。那再到后来了，慢慢的颜色越来越多，或者说在一开始计算机不发达的时候256种颜色，大家有这么一个概念。再往后我们逐渐的发现256种也不够了，伽马它这种光谱它是连续的。当然这里可能需要先叠个甲了，就是对于有物理学背景特别较真的朋友来说，你哪怕从物理学上严格的来讲，光谱确实也不是绝对连续的，它也是有离散的，毕竟有层级能级这些东西嘛。但是呢，我这里想说的点就是说，当这些离散的足够细的时候，那对于人类的感知，或者说当我们做描述的时候，它就是连续的。我换个例子来说，或者我们转回到说职业更明确一点，世界上到底有多少种职业？说职业光谱，像我们日常定义的，在大学里面学科分类，那就是文理医学工，对吧？这样看肯定是离散的。但是问题是说，如果我们世界上有70亿人，那如果70亿人有对应的70亿种工作的话，那这个离散的足够细了之后，它其实对于我们讨论没有意义了，在我们看来它就是一个连续光谱了。OK， 那我们来继续来说的话，我想举的例子是什么呢？ OK， 那把这个底层说明之后，我想到了一个模型，就是我们平时最常用的打分模型吧，0到100分，或者说一个一维的数轴。那我们现在来谈艺术家到设计师到美工这条线，就是说如果是纯粹做创意制作的，做创造类的，艺术家是100分。那如果是完完全全只听别人怎么说他就怎么做的，只是一个美工，给他打0分的话，那过去我们传统说讲设计师可能会觉得说他可能就是50分，或者是说至少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给职业定义的时候，大家会定到说50分这个点是设计师，100分这个点是艺术家，0分这个点是美工。那逐渐的我们就发现说它其实是个线段，比如说0到35分都是美工，75分到100分是艺术家，那35分到75分都是设计师，统称为设计师。那后来就发现这其实还是太粗糙了。怎么说呢？很简单，35分这个临界点，75分这个临界点，它到底算是艺术家呢，还是美工呢，还是设计师呢？对吧？所以你看在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职业的界定好像不应该那么清晰，它其实就是很模糊的。那我这里我想再试着拓展一下，当我们把这个坐标系
从一维升级到平面坐标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不用0到100分来举例子了，我就用二维坐标来举例子了。那横轴最左侧是美工，最右侧是艺术家。那纵轴类似的，最下面，那么纵轴 Y 轴它的负的坐标系是技工，那正的上方是科学家，这样一个坐标系的图。那么过去我们会觉得说，那么在这样一个坐标系下面，像过去我们理解到的设计师可能就是说纵坐标为0，但是横坐标是在35分到75分中这么一个线段上面的这么一群人，对吧？但现在尤其是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在互联网大厂心目中，尤其是说 UI UX 这一类设计师，在 AI 到来之前，他们可能就已经接近于说是以圆点为中心，画大概一个半径为25的圆，这样子的一个人群体。更进一步的呢，就像我刚刚提到的，这个圆看似是一个有边框的圆，但实际上它的那个过渡可能是渐变的，而不是突变跳变的。在那个模糊地带，它不是非黑即白的，它是一个有灰度的，它有可能是仿佛什么都能做一点，也有可能是偏重于一方面，这样子的一个形象和一个身份定位。那至于说当我们说是美工还是艺术家，是工程师还是科学家这一类型的问题的时候，我有一个延伸的联想。当然我为什么想到这个话题啊，就是说在 Real 那个访谈里面，他有提到了 Notion 大厅的空间设计啊，包括它摆放的家具啊，都是世界很知名的工业设计产品。其实如果你往艺术史上去看，比如说从包豪斯开始，工业设计艺术的边界就已经在那个时候就融合了。那现代主义本身就是功能结构和美学的统一，所以你说今天设计师往工程师那边靠，其实不算新鲜事，或者说其实是工程师也在不断的往设计师这边来靠。设计师从一开始出现这个工种的工作，本身就是为了去把艺术家的话语翻译给更普罗大众的一个过程。类似的，工程师是把科学家研究出来的问题把它应用到现实生活中。而当时他讲到说，工业设计的产品都是为了现实产品服务，都是为了 less is more， 都是为了系统效率去做极简，而不是一开始就是为了追求视觉效果的。那我当时想到了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说在艺术史上面会出现的是极繁和极简这两种东西。极简就像他提到的，最开始是为了满足设计需求，而且这一方面最开始就是脱胎于工业设计的。有一套书叫设计心理学，它其实就是从一开始就在跟大家说，不管你是做什么设计，设计的本质是为了让事情落地，它的思考方式从头就是一个工程师的思考方式。那另外一点，我刚刚谈到极繁，就是因为我发现我们日常中觉得所谓华丽繁复极繁的，不管是巴洛克、洛可可，还是说现在的各种类似于说是钩针啊、拼豆啊这一类东西，极繁是它的壳。为了达到极繁的视觉效果，它的实现方式一定是极简的，一定是单一的。就像我们平时做很多事情的时候说，事实上不可能真的出现既要又要还要，这三者是不可能同时满足的，是一样的。从这一套艺术史发展上面，我想到几个点呢，一个就是说我们的 taste， 或者说大众的 taste， 包括说是设计师的 taste， 品味也好，或者说是选择也好，它不是永恒的。看似它是你的个人选择，当然有你的个人选择，但它也是一定程度上的社会节奏的产物。以及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像在纯艺在 Fine Art 领域大家会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一样，什么是美？美有没有标准？我觉得这也是分两类的，基础性的审美，或者说是低阶的，不是说低层次啊，是低阶的基础性的审美，它就是全球全人类共有的。比如说，如果是说让你感到厌恶的，通常是写进人类基因底层代码的，是不利于个体或者说不利于物种繁衍生存下去的，
那么一些东西。那对应的低阶的美通常都是满足兽性、满足人类原始欲望的那些东西。低阶一定差吗？一定粗鲁吗？不一定啊。那就像我们提到的，那爱情其实本质上就是为了满足人类繁衍诞生出来的这种情感啊，可能是演化变异过的啊，但是它底层情感是底层需求是这儿。但是同样的说，高阶的或者说是有文化差异的审美，它就是来自于生活经验和你个人的对于文化认同或者是你身份认同的执念沉淀导致下来的。所以你要我总结一句话的话，就是低阶审美是与生俱来的，高阶审美是需要你通过个人执念沉淀的。其实在我第二遍听 Real 那个访谈的时候，还有一个点，我其实是就是在第二遍回顾 Real 访谈的时候，第一遍让我产生身份认同危机的说不要抠像素那个点，我反过头来回头好好想了一下我过往，我发现我其实是认同他的，而且是从始至终就非常认同他的，因为这其实就是我曾经迟迟没有进入设计行业的一个原因。那其实我在本科阶段呢，我就已经不断的去看平面设计方面的东西，而且我也自己试着参加过一些比赛和试着接过一些小的私人单子，虽然当时做的非常差，但是我一直没有真正的入行。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我当时我觉得自己不够热爱，因为我当时就是像Real说的那样，我不愿意，我不情愿执着在抠像素这个点上面。我甚至会一直有一种也许是迷思，就是看说小米、苹果他们改 logo 做重新设计的时候，经常就是只是那种很微小的改动，广告宣传话术让你觉得做这种事情很高端，但是其实这个东西反而让我怀疑，那你作为设计师你真的有价值吗？反而是到后来像 Adobe 这些工具，各种各样的电脑软件啊、配套设施啊，让你手搓的门槛降低了之后，我反而有意愿来进入这个行业了。所以就从这一点上面来说，也回到我刚刚那个话题，就是从一开始我就会发现我其实跟传统的 designer 不，或者说 graphic designer 不一样，因为我一开始就压根不想去抠这些细节，但是我确实又是相比于在乎整个架构来说，确实是会在意平面的，甚至于说我最开始对平面设计感兴趣是 UI UX， 但是就像 Real 谈到的，在我逐渐接触到了这个行业之后，我发现其实做 UI 设计的人更多的他们在乎的是怎么设计软件，他其实看似是做的设计师的工作，但只是跟程序员不同的点在于，他们是需要把这个架构，一个人是做代码端的实现，一个人是做的视觉化的实现，只是分工不同而已。就像我刚刚说的，那我就会发现对于我来说，其实我想当的并不是这么一种设计师，我恰恰就是为了纯画面来的，就有点像是我们老话喜欢说的，为了这么点醋包了这顿饺子一样。我就是在意画面，而不是在意这个系统。那至少在这个层面，在这个时候，我想做的就并不是一个 architecture， 我恰恰就只是想做一个美工。在这个层面上说啊，那我就想到另外一点呢，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下，我开始意识到了让我觉得割裂的点，在于平面设计师和平面设计师不一样。这也是我觉得我这一期一个核心主题之一吧，就是跟我前面提到的职业定位有关系。大家看似都是做着设计师的工作，但是我们的目标手段都不一样。有些人想做的是通过设计这个行为做出能让人用的产品，顺带的如果能好看更好。而有一些人比如我在这方面恰恰就是优先想做一个让人看的这么一个东西。那按照我前面的光谱模型来说的话，就是一部分人是更偏向美工，而一部分人更偏向于艺术家加工程师这么一个分类的。所以说在我经过这一轮思考之后，
我开始确信职业当然是标签。这也是为什么我在最近反复跟别人聊天的时候会谈到，说工作可能不会消失，不会完全消失，会不断的出新的，但是职业是会消失。当然这不是我个人的想法，所以我最终得出来的结论就是说，第一点是我肯定认同现在市面上主流的说法，说职业工作是不会消失的，但是职业会反复消失并出现新的。但我想到了一个更主要的点，就是在于这里，就是说职业定位不是一个点，也不是一个固定的范围，而是一个区间，而且是一个渐变过渡的有灰色地带模糊地带的这么一个区间。以及要我说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包豪斯的一个经典的结论 less is more。 less is more 少即是多的这么个核心观点，并不是说要你做一味的简化。当然我承认，就是简化这件事情它是做设计和做工程的共同语言，但它的核心目的不是为了简化而简化，它只是手段。简化的目的是说我能够怎么样做能够更快的到达目标。那这样子的前提之下，你说设计师也好还是工程师也好，那平面设计师做简化是为了在有限的空间中把最主要的内容让尽可能多的人能够在第一时间内获取到信息。那工程师做简化是为了在有限的金额、有限的预算、有限的客观条件情况下，把想实现的、想落地的流程目标尽可能多的完成出来。或者也可以说，设计师是有美学素养的工程师，而工程师是有科学思维的设计师。所以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下，对于我个人来讲，我就肯定不会排斥说 AI 的使用。那有这样子的前提，这也是为什么对于我这一类人来说，我会觉得 AI 的使用它并不会替代设计师这个行业，而且它对你是一定有助力的。那至于说用不用 Figma 这个工具来完成设计，那我自然也是没有执念的。那这里最后再跟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吧。你在传统的 graphic designer 的圈子、平面设计的圈子里面，你会发现他们是通通瞧不起用 PPT 来做演示文稿的人的。他们会觉得这个东西有失身份、有失水准。大部分人会说，你作为一个平面设计师，你不用 Adobe， 你不用 Figma 怎么可以呢？但问题是，那有一次当看着我拿5分钟做了带 motion 的、带切换效果的，他们30分钟做出的同样的效果的时候，他们也就没有再说话了。同样的道理，我觉得适用于现在 AI 的环境中。至于你说公司老板希不希望你做更多的业务，那当然会有这种情况，但是这跟你是什么岗位、什么职业没有关系。那像咱们社区现在在卖的 AI 教学课程，那从第1期开始就有 Amazon 的或者 Google 的 UI 的设计师来学，而且咱们 Superlinear Academy 社区里面的设计师其实非常非常非常多。我相信能来到这个社区里面的设计师群体，或多或少是接近于我们这样的看法的。当然了，有可能他们是被动的，毕竟因为现在 AI 的发展这么迅猛，他们感受到了压力，对吧？如果是按照我刚刚这么一个思路流程来看的话，你就是应该积极主动的去拥抱它的。就像我刚刚谈到的，你不能因为 PowerPoint 是 Office 而不是 Adobe 就嫌弃使用它。永远保持开放心态才是持续快速进步的最有效的原因。这里也总结一下，今天呢，我其实主要就讲了一件事情，就是说职业不是一个点，而是光谱中的一段，是一个范围，一个渐变的区间。所以 AI 也不是来淘汰你的，而是来帮助你或者帮助人分层的。工具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就如同今天我想讲的最后一个例子，在 AI 已经发展到今天的当下，你日常跟人交流或者说输出文件的时候，难道还在自己一个字一个字的敲键盘敲出来的吗？而不是用 AI 输入，大部分只是后面自己再来做微调的话，那我觉得你现在用 AI 的时间再多，可能也只是在拿 AI 玩票。
这里顺便也打一个广告，如果你听到这里发现自己也是卡在了设计师要不要学代码，要不要学 AI， 而自己又担心没有接触过编程怎么办的这种焦虑这种阶段呢，可以来我们 Superlinear 社区看看，因为我们社区每天都在讨论这些偏底层的东西，关于架构啊、mindset 啊、能力迁移啊。然后鸭哥和代表最近呢也单独整理了一套 AI 时代的编程基础这门小课，是给完全没有编程基础背景的人准备的。我这边也有少量体验名额，你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来找我问问。那如果只是想围观讨论，那我们也欢迎，那我会把我的专属链接放在下面，也欢迎大家来点击进来看看。